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潭州设计学院。今天我们来学习 CorelDRAW 软件里面的一个轮廓比工具。轮廓比工具呢，想必有些同学对它肯定是有些了解。我说轮廓比，可能同学不知道，但是如果我说是描边工具，同学肯定是知道的，是不是？没错，那轮廓比和我们描边所得到的一个效果是一样的。OK， 我们今天这节课呢就学习轮廓比工具。轮廓比在我们工具栏当中，它像一支钢笔的形状，我们称之为轮廓比。单击它，那这里呢有许多选项，有轮廓比、轮廓比颜色以及这下面的一些参数值。我们可以单击单击一个图像，然后呢，我们单击轮廓比，可以点击轮廓比，此时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对话框，轮廓比的对话框。那当然呢，这个地方的对话框，我们也可以从其他一个地方打开。我们可以在这双击鼠标，也同时能打开我们的轮廓比这个对话框。那它们这里有一些参数值的设置，比如说第一个颜色，我们单击颜色可以把原有的黑色线条变为红色线条。那这里呢是对它的宽度进行一个设置，把原来比较细的宽度呢设为比较宽的一个宽度。同样呢，这里有一些箭头，箭头呢它只针对于我们的一个线段才有作用。那这里还有一些样式，我们可以把它由实线变为一些点线。还有我们的斜角、直角、圆角和我们这样的一个切角、斜切角。OK， 我们单击确定，其实我们这里就有一些小小的变化了。可以双击我们的轮廓笔，打开轮廓笔的一个对话框。那由于我们这里是选择一个切角呢，看不出来，我们选择直角，单击确定，然后呢，把它的这么一个宽度呢调小一丁点，我们就得到了这样一个轮廓。那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这样一个边，描边，是不是？我们双击它，打开轮廓笔，或者在这个地方单击轮廓笔，选择轮廓的颜色，也可以对它进行更改。单击确定，它也变成了另外一种颜色。这里是无，无代表什么呢？如果我们点击无的话，那这个轮廓呢就会消失掉。再来一个轮廓，我们就必须重新再使用轮廓了。那我们取消以后重新使用轮廓怎么做呢？我们在这里首先单击轮廓笔，在这下面呢可以自动的自己去点这些轮廓，或者另外一种方式，也可以在右边的这些色板里面呢，我们右击鼠标，听清楚，右击鼠标，选中对象后右击鼠标，你看就有一根黑色的线，右击鼠标，就有颗红色的线。那我在这个红色这呢，右击鼠标，它就有黑色的线；蓝色这呢，右击鼠标，它就有一颗黄色的线条，对不对？那这个线条呢，我们可以称之为描边，也可以称之为轮廓比。那它的更改的样式、更改的方式呢，我们都是可以通过双击这呢，打开轮廓笔里面对它的颜色、宽度以及样式、角度进行一个更改。那这一个角度的话，我们来看一下，首先从这个地方的一个圆角、直角、圆角和切角，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？我们把这个宽度给它加大一点。首先从直角看起，那直角呢就是直的，双击它；圆角呢，显然嘛就是圆的嘛，是不是？切角那肯定就是斜切的，是不是？就这样几个功能。OK， 我们刚才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箭头，箭头是什么呢？我们在这里通过贝塞尔工具绘制一条线段，绘制线段以后呢，我们同样的可以双击轮廓笔，打开轮廓笔，或者在这里打开轮廓笔的对话框，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选择箭头，将这里呢来这个箭头，这边呢来这样的一些形状，像我们的一个弓箭的形状。OK， 把它们的大小加粗一点，颜色呢更改成红色的箭头，单击确定，就有这么一颗箭，就这样很方便的绘制出来了，
是不是？那我们可以把它的方向进行更改，怎么更改呢？选中这条线以后，双击轮廓笔，打开轮廓笔了，在这一边我们选择箭头，这一边呢选择我们的羽毛，单击确定。就对它进行了一个更改。那箭头的方式和这样的一些羽毛呢，同学们可以自己多加的尝试一下，看一看有一些什么样的效果。那我们的轮廓笔和描边呢，也是我们以后在学习当中会经常使用的一个比较方便的效果，并且还比较好看，增加一些效果的工具。希望同学们多加练习。